与陆胜结婚的第3年，他把白月光带回了家，命我日日输血，替他续命。悠悠，不疼的，吃下这颗补血药就不疼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接过他手里的补血药，一吞而下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颗药的副作用是会让我慢慢忘记最重要的事，最重要的人，忘记被他禁足家中，忘记被他劝说打胎，忘记曾经爱他如命。后来我面色如常地看向他，陆胜是谁？我不记得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我心里，陆胜一直是爱我的，而我也是爱他的。结婚3年，我陪着他从家道中落的穷小子一步步走到如今陆氏总裁的位子。无数个夜晚，他温暖的怀抱笼罩着我，喘息的声音断断续续响起，悠悠，有你在真好。直到后来，陆胜接回来一个女人江雪，他不顾旁人议论，更不管我的看法，坚持要把她放在身边。悠悠，江雪毕竟是你的姐姐，总得有人照顾吧。当初是她不争不抢，才让你我相识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她一脸认真，理所当然地看着我。正如此时，悠悠，她是你的姐姐，你不救她，谁救她？那个曾经与我许诺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少年，不知何时心中已换了人，又或者他心里本就没有我，自始至终都是江雪一人。江雪想留在他身边，他便不管不顾接了过来。江雪得了绝症，他毫不犹豫要我以血供养。以血供养4个字说起来倒是容易，可是却要日日用1根10厘米的长针刺入筋骨，抽取最深处的血，整整1个月忍受着折磨，最后用血与药凝成丸，服下便能活命。我看向陆胜，眼底是无尽的委屈和不甘。他不知道这很痛吗？他知道的，这法子是他踏遍国内外，最后在一处巫医世家中寻来的。可即便他知道这个过程是多么难挨，他依然下定决心要由我去供血，只因为我是江雪的妹妹，我的血对他治病的成效最好。悠悠，抽点血而已。陆胜满脸恳求，他将我搂在怀里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言语温柔，不疼的，吃下这颗补血药就不疼了，好不好？我压住心里的酸楚，接过他手里的药丸。好啊，最后一次，陆胜，我再也不欠你。夜深，江雪唤我过去，如陆胜所愿，江雪想见我时，只需要派人传一声即可，而我想见江雪时，却要得到陆胜的同意。踏入卧室，我低头不语。江雪一身素衣坐在华贵的沙发上，听阿胜说妹妹愿意以血供养，替我治病。被接到陆宅不过1月，江雪却被养得肤白貌美，珠圆玉润。不等我多说，她莞尔一笑，多谢妹妹了。来，这是阿胜给我开的一副安胎补药，为了感谢妹妹，一定要收下。哦，我搞忘了，妹妹如今可没法靠着这安胎药怀上孩子。她轻笑一声，身边的下人们也跟着笑了起来。喏，这就是我温柔善良的姐姐，父亲疼爱她，因为姐姐出生时江家如日中天，而我出生时江家却逐渐衰败。他们视姐姐为福星，视我为灾星。母亲联系她，当初和陆氏有婚约的是她，只不过陆氏破产，她不愿意嫁，父母便让我替她履行婚约。如今连陆胜也爱着她，今天心情怎么这般好？陆胜脱下大衣外套，从容地走进房里。一瞬间，四下的笑声停止。我缓缓开口，他们在笑我肚子不争气，再也怀不上陆家的孩子。陆胜眉头一紧，谁敢？下人们脸色煞白，
谁敢随意议论悠悠？不想干了是不是？不想干就都给我滚！阿胜江雪笑脸盈盈起身，一把拉过陆胜的手，何必如此生气？都吓着宝宝了。说着，他将陆胜的手掌贴在肚子上。我微微一怔，怎么会？陆胜先是小心翼翼地触碰到他的小腹，随后察觉到我的目光后收回了手，双唇动了动，却始终没有说话，只是目光与我错过。难怪陆胜发了疯的要救他。江雪的病十分稀奇，找遍医生都难以治疗。虽然短时间不会威胁生命，但是拖不了多久。尤其是现在还坏了陆胜的孩子，他来陆宅不过1月有余，可这显怀的样子，至少2、3个月了，恐怕二人早就纠缠到一块了。也是，我从小不受父母喜欢，抛头露面的事向来都是江雪。与陆胜自小认识的是他，后来在学校被视为金童玉女的也是他们。江雪一直都是陆胜心里无法忘怀的白月光。我退出了卧室，不自觉地摸了摸小腹。我曾经也有过一个孩子，可是在5个月的时候，陆胜亲自带着我去医院把孩子打掉了。那时他紧紧抱着我，一遍又一遍地亲吻我，安抚我。悠悠，现在生孩子对我们来说压力太大了，而且查出来是个女孩，不仅帮不到我们，还要我们照顾。你说我怎么忍心让你吃苦？打掉吧，等我公司上市，我们再要一个。不，再要很多个。可惜，不会了，他再要孩子的人不是我。回到别院，月儿吓了一跳。夫人，江小姐又欺负你了？我摇摇头，她的欺负对我来说不过是小打小闹，我只是没法接受。短短几个月，一切都变了。让我睡一觉吧，或许再次睁眼，一切就恢复到从前呢。我安静地躺在床上，记忆一点一点涌入脑海。我和陆胜其实不止3年的情分。小时候，他曾被陆叔叔带到江家，那时他看起来孤单寂寞，一个人站在花园里不言不语。我笑着喊他小古怪，他却淡淡看了我一眼离开了。可后来听说，他不慎弄掉了一枚戒指，那是他母亲的遗物。我偷偷点着灯，在花园里找了3天3夜，最后才找到那枚小小的、不起眼的戒指。我交还给他，他也十分感激。那之后，我们保持通讯联系，即使很少见面，但学习上、生活上有许多沟通。在我毕业那年，他给了我一捧向日葵，少年的笑容在多年后想起依然是那般灿烂。所以我从没想过他真正爱的会是江雪。所以在求婚的时候，他用的是那枚戒指时，我心里惊喜万分。悠悠，嫁给我好吗？少年单膝下跪，一脸真诚，左手的鲜花和右手的戒指将他衬托得完美无瑕。我眼泪一出，再也控制不住，狠狠点头，伸出手，我愿意。陆胜将我揽入怀中，他说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，此一生一世只求与我一人白头偕老，一生一世与我一人。可如今，我却看见江雪躲进他怀里，亲昵地喊着，阿胜，好甜啊。我心里如万针刺入，疼得窒息又煎熬。再次睁眼，陆胜坐在我床边，他伸手抚摸我的额头，眼角带笑。这1个月里，他很少晚上来，往往来了不一会儿，江雪就要命人来喊他。此刻他半个身子洒满月光，半个身子笼罩黑夜，眼底是说不上来的柔情，仿佛是多年同床共枕的日子。我猛然睁眼，眸底印上他的面孔。做噩梦了。他轻抚着我的头发，雪儿身子不好，你别和他计较。原来是为了江雪。我别过身子，不再看他。悠悠跟我生气了，没有回应。
他声音微沉，悠悠，听话。他巨大的身子压了过来，在我唇上狠狠撕咬，久违的气息侵入，陌生又熟悉。我突然想到，他是不是每个夜晚都会这样亲吻江雪，伸出双手抵在他身前，用尽力气一把推开。他脸色瞬间僵硬，悠悠，你拒绝我。他不管不顾，皱着眉头还想继续，可我却无声地哭了起来。陆胜叹了口气，怎么这么娇气，委屈你了。他停下手里的动作，轻轻擦拭我的眼泪。他一向知道我是吃软不吃硬，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的关爱，他只要给我一点关注，对我一点好，我都无法离开他。我爱他，很爱很爱他，他也知道我全心全意爱着他，所以一点点温柔就能让我轻易沦陷。你也听到了，雪儿有了身孕。他顿了顿，现在日子好了，陆氏也需要有接班人了。看我不说话，他又捏了捏我的手，你最是懂事，你也能理解我。悠悠，你忍心看着孩子没了？我和巫医确认过了，宫血只不过是疼1月半载，不会危及生命。他笑着哄我，仿佛在说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。我胸腔挤压着一团气，难上也难下，久久无法说出话来。陆总，江小姐呕吐不止，请您过去看看。来了，好准时。只不过这次陆胜并不着急，他淡淡使了个眼色，下人便退了出去。他将我再次揽入怀里，轻轻吻着我的眼睛。悠悠，等你救了雪儿，等她生下孩子，我们就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好好过日子。陆总，门外之人催促。陆胜起身帮我掖了掖被子，转身离开。阿胜，我轻唤一声，何时宫血？陆胜回头，你准备好就可以。好，那明日吧。我望着他，望着曾经心里最爱的人。明日一早，他说救了江雪，我们就能好好过日子。我不知道能不能重新开始，但所有人都在逼我做出选择。隔日，陆宅可真是热闹。我的父亲、母亲、我的丈夫、姐姐久违的来看我，4个人，4副面孔，笑盈盈地看着我。我就知道悠悠最善良，不会见死不救。是啊，幸好陆总找到了治病的法子。阿胜，谢谢。巫医缓步走了进来，他的手里拿着一支长针，在阳光下显得那般刺眼。请各位出去，我要给江幽小姐抽血了。我害怕地抖动着身体，脸色煞白。悠悠，陆胜唤了我一声，似乎是在提醒我好好配合。我咬了咬下唇，出去吧，我准备好了。众人散去，巫医在我身侧坐下。江小姐，很疼，你忍着。他的刺针渐渐靠近，我不敢出声。啊！我的叫声响彻整个陆宅，可门口却传来嘲讽的声音：不就抽个血吗？有必要叫成这样吗？妹妹还是娇气了一点，可别把雪儿吓着了。我额头渗出密密麻麻一层汗，险些要晕过去。只见脓血被抽出，我的筋骨一阵一阵的疼。过了许久，巫医再次将门打开，4人缓步走了进来。雪儿，有的救了。父亲大笑起来，母亲遮住江雪的眼睛，别看，怪瘆人。江雪微微一笑，无奈地摆了摆手，爸妈，你们得关心关心妹妹。说着，她满脸担忧地走向我，却在我身侧坐下时，用轻微到只有我和她能听到的声音开口道：心所念者无可替。傻妹妹，阿胜那么深情的人，你当真以为他会爱你？心所念者无可替。毕业那年，陆胜给我发来消息，心所念者无可替，你不可替。他说我是他心中不可替代的存在，他说我很好，说我是独一无二，值得被爱的人。他一句话，像是一束阳光，消散了我10几年的黑暗和阴霾。可是
江雪怎么会知道呢？不等我多想，抽血后的疼痛感满布全身，我躺在床上，浑身都在止不住抽搐，但依然紧紧攥着拳头，尽量让自己忍住，不想被嘲笑啊。我在陆胜最落魄的时候嫁给了他，陪他走上巅峰，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。外人要是知道陆胜为了白月光却要让我当血奴，那岂不是要活生生被笑掉大牙？我别过身子，淡淡说了句困了，可被子里我一阵热一阵冷，钻心的疼痛让我窒息。我突然想到小时候无数个被苛待的瞬间，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姐姐先用，剩下的才有我的份。我反抗，我抵触，可换来的不过是父母一句：“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”可我也是江家的女儿啊。后来我好不容易得到了陆胜，我以为这是独一份属于我的爱，可是他却满脸真诚看着我。只有你能救你姐姐，我不救，反倒像是个坏人了。从小偏爱的父母，笑里藏刀的姐姐，心怀二意的丈夫。江雪来到陆家时，下人们的议论也不无道理，这才是天造地设、郎才女貌的一对。陆宅要换女主人了，3年无所出，陆总忍得够久了。你看陆总的眼神，就知道更爱谁了。不是的，我的人生怎么会如此不堪？陆胜不会的，他一个看起来冷冰冰的人，却能够对我百般体贴；一个自尊自傲的人，却为了给我完美的婚礼到处借钱。他爱了我那么多年，他总是抱着我说：“悠悠，你想要的生活，我都会给你。悠悠，你是我最爱的人。悠悠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要。”他还给发了那么多信息，给我说了那么多话。他说我无可替，心所念者无可替。可江雪又怎么会知道？莫非是他为了博江雪一笑，同我玩的游戏？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。我猛地睁眼，身上的疼痛入骨，不知道被抽血抽了多少天，也不知道我昏昏沉沉的过了多少天，只记得巫医同我说：“再忍忍，最后几次了。1个月里，每日的抽血都比第1次来得更痛。”我颤抖着大喊：“阿胜，阿胜！”月儿赶了过来：“夫人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阿胜呢？他人呢？”我的眼泪不自觉大颗大颗滴落下来，好疼啊！我好疼，那刺骨钻心的痛折磨着我每一根神经，似乎是要让我死掉。夫人，陆总应该在。月儿也跟着不知所措起来，在主院江雪小姐那儿啊！我抱头大叫，心中一方柔软处像是被撕裂一般，随之而来的是口吐一股鲜血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什么心所念者，什么无可替，都是假的！夫人，我这就去请陆总。月儿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。我在僵硬的地上缩成一团，月光洒在我身上，竟然觉得刺骨的凉，好痛，真的好痛。陆胜和巫医一起进来，刚进门，陆胜将我抱了起来：“悠悠，这是怎么了？”我意识消散，张着嘴巴却说不出话。夫人说疼，好疼。呜，月儿边哭边说：“悠悠，抽点血而已，怎么弄成这样？”他将我搂在怀里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言语温柔：“不疼的，吃下这颗补血药就不疼了，好不好？”我看着他手里的那颗红色药丸，吃了就不疼了吗？我伸手接过，刚想服下，巫医喊道：“等等！”他微微躬身，在陆胜耳边说了些什么，紧接着陆胜便将我放在床上。巫医先帮你看看，我出去等。陆胜离开后，巫医看了我一眼：“江小姐，这药确实能止疼。”“好啊，不疼就好啊。”但是他犹犹豫豫开口，但说无妨。这颗药服下会让你慢慢忘记最重要的事，最爱的人。呵，是吗？忘记也好，听罢。我抬头送进口中，
那药丸在我口腔里化开，苦涩的味道融入我的口舌，一瞬间，血肉里致命的疼痛慢慢消散，只剩下一股酥麻。那些让我痛苦的画面渐渐变得模糊，但又反反复复出现。我感到头痛欲裂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不是不痛吗？怎么这么痛？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头痛的感觉也渐渐散去，脑海里只浅浅地出现2句话：心所念者皆可替，心所爱者皆可忘。可替、可忘、可得、可失、可有、可无。罢了，不爱了。见我平静下来，巫医打开房门，这一次，陆胜和江雪一起走了进来。妹妹，真是苦了你了。江雪刚到门口，就满眼通红地喊出声。2人一前一后进来后，见我安然无恙地倚靠在床边，眼底一愣。阿胜，妹妹果然厉害，一点痛对她来说算不上什么。江雪娇嗔着钻进陆胜怀里，我定定地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心中却没有半点波澜。不对，我的反应好像有些不对。江雪如此亲昵，我应该难过的，应该生气的，应该委屈的。可眼下，我只觉得与我无关。不过，这房间怎么乱成一团？那戒指是阿胜的吧？怎么掉在地上？我看了看四周，记忆忽明忽暗。第一次抽血，我很疼，疼得全身抽搐。可那种痛在之后的1个月里，反反复复，不分日夜地侵袭着我。我疼到忍无可忍，将房间里一切能砸的东西都砸碎了。而地上掉落的那枚戒指，确实是陆胜的，那是他母亲的遗物，也是我和他的定情信物。我一直视若珍宝，现在脏兮兮地掉在地上。陆胜不满，既然没事了，又发什么疯？他看向我淡薄的身子，眉头一皱。夜里凉，怎么也不知道多穿些。说着，拿起一旁的毯子，欲要给我披上。哎呀！江雪惊呼一声，随后泪眼婆娑。阿胜，好疼！玻璃的碎片刺入他的脚底，他有意为之。雪儿，陆胜转身将他抱起，随后冷眼看着我。悠悠，你太不懂事了。我平静地看着他抱着江雪急匆匆地离开，我平静地看着江雪脸上挑衅的笑容，我平静地将手覆上心口。好奇怪，竟然一点感觉也没有。我变了，准确地说，我忘了很多事。以前的我好像总是会想起和陆胜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翻看那些短信、书信、照片。我不爱出门，不爱走动，整日郁郁寡欢，只期待陆胜能来。可如今，我爱在陆宅的凉亭下赏花，爱在池塘里斗鱼。树、草、花、阳光、微风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我为什么不去享受呢？以前我很怕去主院，因为那里是江雪和陆胜住的地方。我看见他幸福的笑容，心中就会苦闷。我听见他的欢声笑语，夜里就难眠。陆胜去看他了，陆胜去陪他了，陆胜去照顾他了。每每听到，我都绝望地躲起来大哭一场。可如今，主院的事情与我何关？陆宅的事情与我何关？我和陆胜的过去变得模糊不清，我的心里只留下一片平静。我记得我痛彻心扉过，也记得死心塌地的爱过，可那时候的感觉统统不见了。我发现这个世界久违的安静顺畅，以至于巫医最后一次来取血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，我为什么要帮他？我不愿意，我拒绝了巫医。他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很快，门口就传来陆胜的声音：“江幽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陆胜很少生气，至少我模糊的记忆中是如此的，因为我总是对他百依百顺。他说什么我都听，他要什么我都给。
即便因为江雪有了脾气，他也是温柔的哄一哄我就好了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恐怕因为一步之遥，他等不及了，他气急败坏了。他进来的时候，我正不急不忙地看向窗外的景色，画着画。悠悠，最后一次取血，你为何不同意？我沉默。我知道你怨我这1个月里没来看你，但你要理解我工作忙，又要照顾雪儿。我继续画着画。你那么听话懂事，怎么这次偏偏胡闹？我依然没有回复。雪儿等不了了，她已经有了4个月身孕了。呵，4个月，好意思说出口？悠悠，她温柔地说道，半蹲着身子看向我。听话。她伸手想要抚摸我的额头，我却轻易侧身躲开。不讨厌，也不喜欢，只不是想被她碰而已。她的表情一僵，我停下笔。陆总，我轻笑一声，他是死是活，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，陆胜眉头紧蹙，大喝一声，紧接着巫医和一众保镖冲了进来，将我团团围住。哦，软的不行来硬的，这血怎么样都得取了。悠悠，别逼我，他沉声道。去吧。我缓缓起身走到床边。悠悠，陆胜突然拉住我的手腕，你转过来看看我。我照着他的说法转身看向他，看得清晰，看得仔细，但心里却没有丝毫起伏和波澜。呵，我轻笑一声，够了吗？陆胜脸色僵白，一丝少有的慌乱闪过，他拉着我手腕的力量紧了紧。悠悠，你，陆总，江雪小姐又呕吐不止，恐怕急着用药。陆胜的表情迅速恢复如常，拉着我扔到床上。快，取血！我转了转手腕，理了理衣服，端庄地坐着。悠悠，他喊了一声，急什么？我不屑地皱了皱眉。你究竟怎么了？他又问，看起来有些烦躁。我向巫医使了个眼色，来吧。巫医点点头，想要遣散众人，我却笑了笑，无妨。最后一次嘛，大家都看看。很快，那细长的针管刺入我的皮肤，不少保镖都不忍直视地别开目光。陆胜双拳紧握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取血的过程，我却始终面无表情。是啊，不疼了，真的不疼了。悠悠，抽血结束后，他眼底闪着光，我却大笑起来。好了，快去救你的爱人吧。爱人？是啊，他为了江雪做了那么多，不就是爱她如命吗？悠悠，你怎么这么说？不然呢？我挑挑眉，我的事情做完了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知道委屈你了，我答应过你，救了雪儿后，我们好好生活。不必，陆总好好陪江雪小姐就好，不必来我这儿寻烦忧。江佑，他面色青紫，生气也要有个度。我眼神茫然，我没有生气啊。生气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只是觉得他有他的爱人，我有我的生活，本就不相交，为何要纠缠？好啊，好。他咬着牙看向我。江优，你别后悔。踹门离开。我何尝不理解陆胜的愤怒？对他而言，过去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他，为他打胎，为他求人，为他抽血，为他。可是我每日一睡醒，总是会忘记一些事，过去的那些记忆已经激不起半点涟漪，我无从去思考，无从去追忆，但这些都不重要了。陆胜果然没再来找过我。月儿告诉我，他日日夜夜都留在主院，留在江雪那里，生怕不知道着陆宅要换女主人一样。只不过月儿说的越多，我记得越少。夫人，你最近怎么不问陆总在哪儿了？我摇摇头。月儿，你为什么喊我夫人？月儿一惊，却答不上来。我笑了笑，罢了，喊我悠悠吧。我发现过去很多事情我都忘了，哪怕月儿才和我说的陆胜的什么事，我转脸就记不得了。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情，记了做什么？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落叶掉进池塘，微风拂过水面。我从午睡中醒来，睁眼看着四周，这里是何处？月儿扑通跪在地上，止不住抽泣起来。悠悠小姐，你究竟怎么了？这里是你的家呀？家？这里怎么会是我的家？一草一木，一树一花，看起来都陌生至极，仿佛我从没有来过，也不应该在这儿一样。小姐，你是不是睡糊涂了？我摇摇头，这里不是我的家，我要走了，我要离开。月儿脸色一僵，可是陆总禁了你的足，不让你出去。陆总，陆胜，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熟悉，可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不属于这里，就得走。我回房间简单的收拾了些东西，这些衣服、鞋子好像都不是我喜欢的款式，不带了。我又去看了看抽屉，身份证、护照，一枚戒指。我拿起身份证和护照，将那枚陌生的戒指留了下来。我背上包要往门口走，可却在凉亭里遇到了陆胜和江雪。他的肚子已经隆起很高，见我过来，他一脸娇羞地躲进陆胜怀里。阿胜，妹妹来了。他语气矫揉。陆胜看见我后，眉头微微一紧，随后捏住江雪的下巴吻了下去。我不解地看着他们，这光天化日就亲成这样，看来感情还真好。我笑了笑，不想打扰，转身就要离开，可才走2步，背后就传来玻璃炸裂的声响。陆胜将桌上的茶碗全部打翻在地上，我恐怕是惹怒了陆胜，他不管不顾将我拉回房间，狠狠地把我扔在床上，玩起欲擒故纵了。他捏住我的下巴就要吻上来，我却一把推开他。我不懂，他明明是江雪的爱人，明明算是我的姐夫，为何要这样对我？啪！我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。你疯了？你怎么能这样背叛姐姐？他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随后又哑然失笑。好把戏，我看你能撑到多久。那之后，我想离开的计划被破坏了。陆胜把我关在屋子里，直到一天陆氏晚宴，他才换人请我出去。纸醉金迷的宴会上，陆胜坐在主位，觥筹交错间，他一把拉过我，坐在他身旁，而江雪却被放在了角落。众人看着我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。陆胜贴在我耳边，这下满意了。我不理解他的行为，没回。江优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闹？我更不解了。我闹什么？他是高高在上的陆氏总裁，因为我的姐姐生病，才喊我抽血救人，仅此而已，仅此而已。每次都是我哄你，你就不能哄我？他语气轻柔，满脸的委屈。可就在同一时间，我爸妈拿着合同出现。陆总，这是你要的股份。他眸眼抬都没抬，拿笔随意签了个字，给你的。合同递过来，是江氏的股份转让协议，原本属于姐姐的那一份却归属在我名下。我刚想问为什么，可谁知一把水果刀却直勾勾地冲了过来。我惊吓地跳了起来，只见江雪像疯了一般挺着个大肚子，举着刀挥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陆胜爱的还是你？他向我冲来，我下意识地抓住陆胜，拿他挡在身前。疯了，我才不要死，要死就让他死吧。水果刀刺中陆胜的左肩，他满脸不可置信，转头看向我时，是震惊，是痛苦，是难过。直到保镖控制住江雪，混乱不堪的一切才安静下来。那之后，陆胜不再去主院，而是日日夜夜都来别院找我。我被他烦个不停。悠悠，你看着我。他总是冲这个和我咆哮。你不是这样的，你看我的眼神不对。他又发疯了，那该如何？我有些不耐烦。你究竟要怎样？陆胜双眼猩红，按住我的肩膀，
急迫地想要吻下来。我一动不动，连躲都觉得麻烦。他想闹就闹，他想吻就吻，反正敷衍过去就行了，任由他发疯地攫取着我的呼吸。我只觉得好生无聊。这个陆总一直这么疯癫吗？我眨着眼睛，一脸迷茫。你要这样闹到什么时候呢？他再度崩溃，紧紧地将我揽在怀里。悠悠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摇摇头，我不是一直这样吗？是啊，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又要我有什么反应呢？他像是想起什么，突然大喊：无一，无一，无一呢！偌大的房间里，陆胜绝望地跪在地上。你究竟给悠悠吃了什么？他为什么好像忘记了爱我？巫医看着我叹息，看着他摇头。陆总，你让我救人，我救了；你让我止疼，我止了。只不过那止疼的补血药会让人忘记最重要的事，最爱的人。看来江小姐如今是会爱自己了。她最后的话说得很轻很轻。陆胜的面色越发一片死灰。放狗屁！悠悠，悠悠怎会忘记我？怎会忘记我们的曾经？他跌跌撞撞起身，将我紧紧抱在怀里。他的大手一下又一下的在我背后顺着，嘴里喃喃自语：不会的，悠悠不会的，悠悠不会忘记爱我，不会忘记我。陆胜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他把我接回主院，每天都陪在我身边。他买了许多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用的东西送给我。悠悠，你记得这个吗？毕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。他拿着一只灿烂的向日葵。向日葵，不记得了。我摇摇头。悠悠，这个你戴上。他将一枚精巧的戒指放到我手里。戒指我见过，在抽屉里，但它看着不像是我的东西。我又摇摇头。陆胜的眸子晦暗不清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悠悠。他勉强地扯了一个笑容。你只是忘记过去那些事情而已，我们还在一起就好，还在一起就好。他又拉起我的手。悠悠，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，我跟你解释。他又开始说出前段时间冷落我的事情。他说只是看到我不在乎戒指生了气，他不知道我忘记了。你没忘记的话，肯定不会把它扔掉。我怀疑他太自信，本来就不是我的，一句实话而已。陆胜却红了眼眶，他低头自语：没事，没事的。他接着又说：心所念者无可替。说江雪知道这句话，不过是翻看了他的手机。你看，这些信息我都备份了，我每天都会拿出来看，并不是有意被他看到。我轻哼一声，那些信息是我发的，估计是骗我的吧。还有江雪，江家用股份换他的命，我只是想江家对你那般不好，把股份给你，你会开心。而且江家拿婚约说事，我不答应他们就要污了你的名，传你夺福争宠。陆胜又说江雪肚子里的孩子，说他是被下了药，中了计，才不得不负责。再怎么说，那是我的孩子，我不可能对他置之不理。我不爱江雪，但我爱孩子。他用孩子威胁我，我不得不那样做。要是真如他所说，想必任何人听了都要喜极而泣。可眼下，我只是听着他说那些我不记得的事，是吗？哦，好吧。我的回复只有这么几句：悠悠，我答应过你，等这个事情过了，我们就好好过日子。我累了。我看着他，打断了他的话。他眼眸里闪过一丝诧异。悠悠，我不再多说，起身回房，锁上门。我真的累了，不想再听他说了。那些他说的话是真是假，重要吗？已经不重要了。天气渐渐冷了下来。隔天我醒来时，又出现了一种陌生的心慌感。这是哪儿？我打开门，四处看着陌生的环境，陌生的男人眉眼带笑，眼底都是温柔。悠悠，你醒了。我皱了皱眉头。你是？
谁？啪嗒一声，他手中的碗摔在地上，碎了一地。下人们纷纷跪倒在地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他焦急地跑了过来，一把搂住我。悠悠，我是陆胜，我是陆胜啊！我用尽全力推开他。此时他的脸上挂着一道又一道的泪痕。我面色如常地看着他。陆胜是谁？我不记得了。再后来，我离开了陆宅。离开的过程并不顺利，与其说是离开，倒不如说是我偷偷溜走了。可是那个地方，那个人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待在那里，虽吃穿用度不愁，却总归心有不安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离开后，倒是听说陆氏的总裁疯了，他满世界的找他结婚了3年的妻子，逢人就问：你有没有见到我的妻子？她很漂亮，很聪明，我们曾经很相爱，是我把她弄丢了。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弄丢自己的妻子呢？我不知道。我暗自叹了口气，心所念者皆可替，心所爱者皆可忘，也希望你忘记他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